现在大熊猫为了早点下班也太卷了吧，个个都是人里人气，竟然知道敲门要求下班，我真严重怀疑这些大熊猫都是人扮的。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那些人里人气、知道敲门下班的大熊猫。Top 1，启程和启航兄弟。我见过用力敲门喊奶爸开门的，但爬在门上喊奶爸开门的我还是第一次见。您看看，同伴看到后还前来帮忙敲门呢。看到同伴来后，这只大熊猫便准备从门上下来，毕竟靠手臂的力量把自己固定在门上还是挺累的。这两只大熊猫名叫启程和启航，到底谁是谁我也分不清楚了。不会吧，这两兄弟这么牛的吗？两兄弟轮流爬门叫奶爸开门，如此行为在熊猫界也是炸裂的存在。为何他们要趴在门上敲门呢？这是说来话长。小时候两熊其实有敲门下班的习惯，不过小时候的门在下面，他们趴着便能看到里面情况。但是有一次，不知道是启程还是启航，他在门口睡着了，奶爸没有注意，把门一推开，结果把他掀翻在地。呵呵呵。有了这次经历以后，为了防止奶爸再次误推自己，他们两个便养成了爬门敲门的习惯。如此聪明的智慧，简直比小编我还聪明。但最后，他们的呼喊也没有换来早点下饭，因为两人是惯犯，奶爸这才没理他们。Top 2，熊猫萌萌。为了早点下班，萌萌疯狂地敲门，几乎要把门敲坏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一天天气太热，萌萌早早就来到了下班的门口。刚开始，他只是轻轻地用手敲门，但奶爸没有听到，让他有点失落地离开了。在外溜达几步后，他发现还是太热，于是又回到门前再次敲门。这一次，他的动作开始变大，敲门声也更响，仿佛要把门给敲坏了。然而，最终门的那边还是没有反应。其实奶爸是最疼他的，可能此时他并没有在当班，没有成功让奶爸开门。萌萌非常生气，他来到桥上疯狂宣泄自己的情绪。或许他对自己的体重一无所知，这样的操作下去会不会把桥弄坏呢？果然不出所料，他最终还是把桥给弄坏了。大家都知道萌萌是非常爱美的，经过刚刚的操作失误后，一身脏兮兮的他便来到了泳池洗澡。哎呀，怎么还玩起来了呢？Top 3，熊猫萌大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萌大正在选择自己的午餐，经过一番寻找，他都没找到中意的食物，然后他叼着一根竹子，你猜他要干嘛？他居然拿去给奶爸，估计是味道不对，这才把竹子叼给奶爸，好让奶爸更换竹子。随后他便来到了门前，并敲门让奶爸加餐。叫喊一番后，发现奶爸并没有反应，萌大气的加大了力度，这力度也太大了吧！奶爸再不出来，门估计都要被敲坏了。毕竟大熊猫几百斤的体重所发挥出来的力气不容小觑。奶爸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，赶紧打开铁门给萌大进行了加餐。食物放进嘴里后，萌大立马乖了起来，还蹲在了地上，像个听话的孩子一样吃着大人给的食物。这萌大真的好像人呀，这竹子太硬了，他还知道让奶爸加餐。正是有了这聪明的头脑，才有了这香喷喷的窝窝头吃呢。其实萌大像人的地方不止这一点，前段时间他刚洗完澡，还知道用浴巾擦脸和脑袋呢，这真的要解释不清楚了。Top 3，熊猫普普。普普是4点20下班，然后他每次都会提前几分钟，然后就特别着急的哐哐砸门要下班。终于下班了，辛苦了一天，放松下心情。下班了，下班了，终于下班了。